高考前，我花了37万，免费请全班同学在我家酒店吃饭。不料闺蜜假装食物中毒逃避高考，她妈妈带着全班同学在网上造谣我家是黑心酒店。帖子冲上热门，酒店被迫关门，父亲查办，母亲哭到晕厥。曾经的同班同学竟无一人替我作证。最讽刺的是，闺蜜陈念念因此摇身一变成了励志女神，而我家一夜之间跌落云端。再一睁眼，我竟然回到了高考前。前世就是在这个节点，陈念念主动要求帮忙张罗饮料，然后在分装果汁的时候污蔑我，嘴上喊闺蜜，心里面却在想着怎么给我泼脏水。这一世，我不会给她这个机会。聚餐别纠结了，来我家酒店，房间我包了，加油餐也算我的，全班42个人1分钱不收。婉婉，你也太大方了吧！我刚在群里看到差点尖叫，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要不要我帮忙？我可以帮你跑腿。那就辛苦你了，念念。婉婉，你爸说酒店那边的事儿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给你们班用。妈，高考结束那天，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别在网上看评论，交给我处理。前世陈念念能申请缓考，靠的是食物中毒的借口。如果这一世陈念念根本没有中毒，那缓考资格还拿得到吗？喂，玉婉婉。方玉，你现在方便吗？我想见你一面，有个事儿当面说。什么事？跟陈念念有关。你在哪儿？陈念念作弊的证据，你手里有多少？你为什么觉得我手里有证据？因为上学期期末考，数学最后一道大题的辅助线化法，全年级只有你和陈念念答出了这道题，而你交卷的时候看了陈念念的座位一眼，那个眼神不是关心，是确认。陈念念那道题的解题步骤和标准答案一模一样，连辅助线都没偏差。玉婉婉，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知道，你手里有证据，我手里有举报渠道，你不敢做的事，我来做。陈念念在网上有那么多粉丝，她签了经纪公司，你动她，大概率不会有好结果。我怕，所以我选在高考后动手。考完了，她的缓考申请就没了借口，她的水军要冲，也冲不垮一个已经考完试的学生。于婉婉，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于婉婉，考完试你打算怎么处理？考完试再说。于婉婉，考完查分的时候，要不要我帮你查？我怕你查分那天手都点不准。行，你帮我查。不急，陈念念的每一步我都算好了。念念，今天晚上的聚餐，你帮我提前1个小时到酒店布置可以吗？我想让你帮我盯着备餐区那边，准备一些放在饮料里的柠檬片，饮料分装你最细心，交给你我才放心。前世陈念念说食物有问题，这一世我要让她连中毒的借口都编不出来。周叔叔，我需要您帮我做3件事。第一，拟一份瑜伽客栈和学校的公益协议，明确写明全程零收费、零利润、纯公益。第二，拟一份名誉侵犯起诉书模板，原告写瑜伽客栈，被告先空着。第三，帮我约一家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随时准备做鉴定。婉婉，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人要搞你们家？周叔叔，不是要搞，是已经准备搞了。我做这些，只是提前把盾牌举起来。你爸知道吗？高考结束那天，他会知道的。婉婉，叔叔执业15年了，第一次见一个高3学生跟我谈诉讼策略，比企业法务还冷静。行，协议我今天就拟。前世这个时候自己在做什么？在群里兴高采烈地跟同学们讨论聚餐的菜单，觉得能帮爸爸的酒店拉一波好感度，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与此同时，陈念念在另一个对话框里跟经纪公司的人商量高考后的人设运营方案。前世我是在出事后1周才知道这家公司存在的。我们家都是被陈念念背后的这个星耀文化毁掉的。这一世我要让这家公司知道惹错人了。前世以为陈念念是最大的恶人，现在我知道了，陈念念是棋子，星耀文化是执棋的人。
截图保存好。另外，你能不能查到星耀文化以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包装过类似的人设？婉婉，明天就高考了，你紧不紧张？还行。你肯定没问题，你们家基因那么好。你爸不是当年高考状元来着？还好吧，我爸说高考主要看心态。对了，今晚聚餐的饮料我买了3大箱，放在你家冰箱里了。今晚我带过去，提前分装好。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你请全班吃饭，我出点力应该的。婉婉，陈念念对你也太热情了吧，平时跟你也没那么熟啊。可能就是想帮忙吧，我怎么觉得她有点……婉婉，饮料分装的事儿我想了一下，用那种大的玻璃壶对开，然后分到杯子里，比直接倒瓶装果汁显得更用心，你觉得呢？前世陈念念也是这个理由，让厨师提前准备好所有食材水果，然后等聚餐结束，陈母的小作文发出来之后，他可以说加油餐是瑜伽客栈准备的，所有的饮料都是提前准备好的。这句话的潜台词是食物本身就有问题。行，你看着办就行。前世陈念念缓考多了1年时间复习，考了680分。这一世，我要让他连缓考的门都摸不到。一个 U 盘，4样武器，够了。同学们，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聚餐。这一顿是我代表瑜伽客栈请大家的，纯公益，零收费。以后不管大家去了哪个城市、哪所大学，瑜伽酒店永远是大家的。瑜伽客栈 YYDS， 谢谢王婉姐。同学们，我借这个机会说几句。首先要谢谢婉婉，真的没有她，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坐在这种地方吃饭。我知道，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们家条件不好，你们也知道，我妈一个人带我，省吃俭用供我上学。这3年，婉婉一直在帮我，借我笔记，请我吃饭，连这次聚餐都是她请的。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好人还是多的，不管以后我们去哪儿，都要记得曾经有人在你最难的时候拉过你一把。念念加油！你们俩都是好人。前世陈念念根本没有真的中毒，她只是假装肚子疼。那她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口袋里什么都没有。陈念念需要的不是真的让自己生病，而是制造一个我吃了瑜伽的饭之后不舒服的叙事。她不需要真的下毒，她只需要让所有人相信她中毒了。所以陈念念根本不需要任何物理意义上的证据，她只需要一张照片，一张她生病的照片。我太紧张了。陈念念这样的人根本不舍得伤害自己，所以今晚她只是来踩点，确认被3区的位置，确认摄像头的位置，确认如果我要说我在瑜伽客栈吃了之后生病了，这个说法有没有漏洞？周叔叔，准备好了吗？公益鞋底扫描件，零收费流水单，市场监管局驻点监督记录，食材流量证明，4份文件全部公证完毕，随时可发布。等我的指令。今晚凌晨到明天早上，对方随时可能发小作文。等事情发酵的差不多，到明天早上，你把这4份文件全部发到网上。配文只有一句话：瑜伽客栈高考公益助考活动全程接受官方监督，所有食材已流量在卡，欢迎任何第三方机构检测。7张截图加教育局举报回复针，全部打包好了。你一声令下，我立刻用匿名账号发出去。不要匿名，用你自己的账号发。确定。匿名账号没有公信力，实名举报才有。你是班级学委，你的身份本身就是证据的一部分。
婉婉，来一起合照。3、2、1，茄子！这张好好看，我发朋友圈了。最暖心的饭，然后凌晨，你妈就要发帖说我女儿在瑜伽客栈吃完饭后食物中毒了。你今晚不睡？睡好了，明天才能好好高考。睡好了，后面看好戏的时候心情才会更好。你说的对，我们准备的很齐全，所以不能辜负我们的努力，要考个好成绩。对了，网上的事，你确定今晚会有人发帖？方玉，等我消息。前世陈母的小作文是凌晨2点47刷出来的，40分钟转发破万，7点钟上了热搜，9点钟爸爸的电话被打爆。这一世，我要把这个时间线反向利用，让小作文发出来，让水军下场，让热搜上去，然后在公众情绪被点燃的顶点，一刀斩下去。舆论的刀要让他自己架到自己脖子上。来了。高考前一天，我女儿的同学请他们全班同学去家里开的酒店吃饭，她高高兴兴去了，回来之后就开始上吐下泻，到现在已经拉了7、8次，整个人虚脱了躺在床上。同学请她去家里开的酒店吃饭，连袁家客栈的名字都没提，只说开连锁酒店的，模糊化处理，让公众自己去对号入座。上吐下泻，到现在已经拉了7、8次，没有医院证明，没有诊断报告，全靠一张嘴说。对方家里有钱有势，精准踩中仇富情绪，我不敢得罪，以退为进，求大家帮我们讨个公道，把网民的情绪煽动到顶点。哪个酒店？说出来啊！是不是瑜伽客栈？我好像听说过这家。资本家就是这样，有钱什么都能摆平。吃点清淡的，别给胃添负担。妈，你和爸别在考场外等，太热了。那不行，你爸凌晨4点就起来了，皮鞋都擦了3遍。文具都带齐了。身份证。于婉婉，考场空调冷，别喝冰的，常温的。考完请你吃饭。行，你请。婉婉，正常发挥就行。一个身体虚弱依旧要坚持考试的学霸，这样的人设更能引起人们的同情。陈念念想制造一个我努力了，但我身体实在撑不住了的戏码，先在考场门口转一圈，让认识他的同学看见他虚弱的样子，然后再无奈的离开。这样等他申请缓考的时候，就有了目击证人。陈念念今天进不了这个考场，不是因为他不想进，是因为我不会让他找到缓考的借口。没事的，妈妈，你相信我，我能把这些事情处理好。陈念念，你妈的小作文发了，水军也下了，热搜也上了，全世界都在骂瑜伽客栈。现在轮到我了，周叔叔发。关于陈念念同学考试作弊及长期学习不当的实名举证，高3 6班学习委员方玉。证据在这里，教育部门已经受理，请陈念念妈妈和星耀文化正面回应一下，你们口中被资本家毒害的寒门学霸，这些交易记录是怎么回事？让他们乱了才会出错，
错了才会露出破绽。我是一个被冤枉的高考生，请你们看完。昨天晚上，我妈妈因为担心我的身体，在网上发了一条动态。她没有恶意，她只是一个担心女儿的母亲。那些说我妈妈故意造谣的人，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单亲妈妈看到女儿上吐下泻，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害怕，是心疼，是想要一个说法。高，实在是高。整篇文章没有一个字直接指控瑜伽，但每一个字都在往那个方向引导。陈念念同学，你说你没有说是瑜伽客栈的问题，你只是不舒服。好的，我接受你的道歉，但请你正面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你妈妈昨晚发的动态里明确写了，在瑜伽客栈吃完饭后上吐下泻。现在你说可能只是我自己的肠胃不好，请问你到底是食物中毒还是肠胃不好？二，你说作弊截图是 P 的，是有人陷害你。方玉同学是实名举报，他愿意为自己的每一句话承担法律责任。你如果认为截图是假的，请起诉方玉诽谤。法院见。你说请你们不要毁掉一个18岁女孩的未来，我赞同，所以我也请你不要毁掉一个18岁女孩的现在。那个被你妈妈指控陷害的酒店是我家的，那个被你粉丝追着辱骂的女孩是我。以上3点，请你在今天中午12点前回复，否则我会将所有证据提交给公安机关，以诽谤罪追究你和你妈妈的法律责任。方宇，你看到陈念念的新动态了吗？看到了，她说截图是 P 的，要告我诽谤。你怕吗？不怕，那些截图我有原始录屏，每一帧都能对上时间签。她敢告，我就敢把原始文件交给法院。行，那你帮我做一件事儿，把原始录屏剪辑成30秒的短视频，配上文字：陈念念作弊证据原始录屏，欢迎任何司法鉴定。等我发完这条评论之后半小时，你把视频发出来。上午10点，陈母接受电视台采访。10点10分，李明泽记者会在采访中出示公益协议和监管记录。10点15分，于婉婉安排的人会把采访片段和证据打包推送。中午12点，陈念念必须回复3条质问，但她回复不了，因为她没有医院诊断证明，没有证据证明截图是 P 的，没有任何底牌。中午12点01分，方玉发出原始录屏，然后陈念念的人设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一张的倒下去。玉婉婉，你到底想怎样？前世，我也想问陈念念，你到底想怎样？为什么要毁掉我家？为什么要毁掉我？但前世我没有机会问，因为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陈念念的粉丝就把我的社交账号攻陷了。这一世，轮到陈念念问我了。我想让你知道，被冤枉是什么感觉，被背叛是什么感觉，被全世界当成凶手，而你自己知道你是清白的，是什么感觉？9点58分，还有2分钟。婉婉，你今天还要处理那些事儿？但今天之后就不用处理了。馄饨趁热吃。虾仁馅儿的，还是这个味道。高考生母亲控诉酒店致身体不适，酒店方晒出官方监督记录，真相到底如何？周叔叔给的消息是最后一块拼图。2分钟后，一切都该结束了。陈女士，您昨晚在网上发帖说女儿在瑜伽客栈吃完饭后上吐下泻，怀疑是食物问题，请问您有没有带女儿去医院做检查？有没有医院的诊断证明？我女儿她不舒服，我心疼她，您有没有带她去医院？我一个女人一个人带孩子，什么都不懂。我看到孩子难受我就急，我就想找人说一说，我不知道会闹这么大。没有去医院是为了铺后路，我什么都不懂是转移焦点，和前世一模一样的套路。前世我百口莫辩，被你的眼泪和媒体架在火上烤了整整1个月。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把弱者当成武器。陈女士，
根据我们的了解，您在发帖之后，有大量账号在短时间内涌入评论区，措辞高度统一的指责瑜伽客栈。您对这些账号的来源知情吗？我不知道什么账号，我就一个人，我哪有那个本事？好的，陈女士，感谢您接受采访，我们会对您反映的情况持续跟进。游戏才刚刚开始，陈女士，慢慢来，好戏还在后头。市场监管局的驻点记录显示，当天所有环节均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材留样保存48小时，随时可以检测。您说女儿在瑜伽客栈吃完饭后身体不舒服，而官方记录显示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您怎么解释这个矛盾？我不知道，我女儿确实不舒服，可能是别的吃的东西。您女儿在瑜伽客栈吃饭之前和之后还吃过别的东西吗？她下午喝了一杯奶茶。奶茶是在哪里买的？学校门口那家店。你有没有怀疑过那杯奶茶？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是心疼我女儿。没有医院证明，没有检测报告，官方记录打脸，最后自己说可能是奶茶，等于变相承认没有任何证据。把陈母说没有去医院和可能是奶茶这两段剪出来，配上字幕。星耀的声明只是一个开始，他们越急破绽越多，内部文档、前员工、时间线3条线必须同时收网。现在陈念念手里还剩下最后一张牌，经纪公司。星耀文化不会轻易放弃他，他们在他身上投了前期推广费，所以星耀一定会想办法帮他洗白。方宇，你能不能查到星耀文化有没有给陈念念买过什么人设包装服务？我正在查，星耀文化有个前员工在匿名社区告料，说公司专门有一套寒门人设孵化流程，陈念念是那套流程的第一个试验品。前世我以为陈念念是天生的恶人，现在我知道了，陈念念是工业化生产出来人设。公司给他写剧本、买渠道、炒话题，他只需要照着演，但这个演员是自愿的。这份文档能不能拿到原件、扫描件也行，带公司内部编号的。前世我没有喝到这碗馄饨，这一世我不仅喝到了，还要让所有欠我的人把账一笔一笔的还清。前世陈念念靠着缓考多了1年时间复习，高考成绩680分，她考上了全省最好的大学，在镜头前哭着说寒门出贵子。那一年，陈念念的故事被写进了本地教育公众号，标题是她没有被命运打倒，因为命运从来就没有对她下过手，是我替她挨了所有的刀。感谢教育部门的公正处理，也感谢每一位关注这件事的人。真相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不用谢，我只是做了我早就该做的事。前世，我跟方玉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多句话。曾经的方玉，在我的生命里也只是一个同班同学，一个连备注都懒得改的名字。没想到这一世，他竟然跟我成了最信任的战友。周恒这个时候来电，声明出来了。婉婉，星耀文化刚刚发了一份声明，动作比我们预估的快。已解除，从未参与，保留追究权利，27个字，字字都在把陈念念往外推。星耀文化在切割，把所有锅甩给陈念念，把自己洗成无辜的前合作方。可惜声明里越急着撇清，就越说明他们在怕什么。方玉，文件有消息了。星耀文化的内部文档原件拿到了，有公司内部编号和项目负责人签名。人设定位、内容规划、推广策略，还有水军预算，每一步都写在纸上，每一步都签了字。截图我存了，但光有文件还不够，星耀会说是伪造的。我需要一个活人，一个有名字有脸敢站在镜头前的人。你能不能帮我联系到那个前员工，让他愿意实名作证？
我试试，他愿意的话，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万事俱备，现在只差最后一个名字。寒门人设，真是煞费苦心。陈念念的母亲在网上发帖，今天有人给我发来了这个，我没有结论，我只是把文档贴出来，大家自己判断。1、2、3，评论比预想的快。伪造，时间尺不会骗人，服务器日记不会骗人，你们心虚了。敢不敢让第三方调取服务器日记？不敢，因为文档是真的。新闻该来了。陈女士无法提供任何医学证明来支持她的指控。关于陈念念同学考试作弊一事，市教育局已于今日下午做出正式决定，取消下一年度高考资格。作为记者，我想说的是，在真相面前，情绪没有分量。我们可以同情一个担心妈妈的焦虑。人是最后一次看见风筝是在医院，风筝线断了，不知道飘到哪里。这一世，他的线还在，而且握得很紧。婉婉，你同学来找你了。你怎么来了？没打扰你吧？顺路，你之前说考完请我吃饭，后来一直没空。今天路过你家酒店，就顺便买了2杯奶茶。挺好喝的，原来原味是这样的。于婉婉，教育局的结果我看到了，陈念念的缓考资格被取消了。他会不会报复你？他报复不了我了，他没有武器了。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什么以后？高考结束了，大学以后，先填志愿，别的以后再说。那就好。好，我知道了。你把东西发我，我马上看。星耀文化那个前员工愿意实名作证，条件呢？他说他不要钱，但他需要一份法律保障。如果他出来作证，星耀文化起诉他的话，你要帮他承担律师费。可以，让周恒律师跟他对接，先拟一份证人保护协议，他需要什么保障，写在协议里。于婉婉，你确定要走到这一步，把星耀文化彻底得罪？他们是正经的娱乐公司，背后有资本，有法务团队。你一个刚高考完的学生，跟他们硬碰硬。方玉，如果这件事没有人站出来，陈念念和星耀文化就赢了。他们用虚假的小作文毁掉我家的酒店，用假的人设骗了所有人的信任，然后全身而退，继续包装下一个寒门学霸。你说我应该怕他们吗？我不是不怕，但有些事情怕也要做。行，那我帮你联系他，他叫宋慈，是星耀文化的前内容运营。他在星耀工作了8个月，参与了陈念念人设包装的全部过程。他说他手里有公司内部群聊的截图、项目沟通的邮件记录，还有吴总亲口说这次的高考话题一定要打爆的录音。方宇，那份录音的内容是什么？只说吴总在部门会议上讲过一句话：陈念念这个案子，高考前后是关键节点，考前铺垫，考后引导，2条线并行，只要把水搅浑，没有人会去查真相。于婉婉，你今天晚上吃什么？我妈炖了排骨。那我能蹭一顿吗？行，你留下吃吧。那我先不走，等宋慈把材料发过来，我帮你整理。你就是那个实名举报陈念念的方毅。叔叔好。先吃饭。阿姨，排骨炖得真好。喜欢吃就多吃点，锅里还有。阿姨，我来，在家也是我洗碗，顺手的事儿。妈很久没对谁笑得这么开心了。
让我看看，吴总，你都聊了些什么？3个月，他们从3个月前就开始布局了，预算不设上限，真是下了血本。一句必须火，毁了多少人？需求文档、报价单、执行排期，正规的像在做项目，环环相扣。他们甚至做了甘特图吧，文字之外还有声音，部门会议，这才是真正的底牌。高考前后是关键节点，考前铺垫，考后引导，2条线并行。等他那篇小作文发酵之后，瑜伽客栈疑似买通媒体删帖的消息出去，把水搅浑。只要公众不知道该信谁，我们就赢了。没有人会去查真相，因为查真相太累了。你打算怎么用这份材料？陈念念的底牌打完了，星耀文化的底牌也打完了，但我手里还握着宋慈的聊天截图、邮件记录、吴总录音，最后一把牌。于婉婉，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以前你在班里跟谁说话都笑，谁找你帮忙你都答应。你借给陈诺言的笔记他从来不还，你也从来不催。同学们都说你是个烂好人。烂好人当一次就够了。我没再问，不是因为不好奇，是突然觉得那个答案不该由我来碰。它存在那里，好像只要不撕，有些东西就还没结束。该翻篇了。这张纸太重了，不该由我带走。你的句号你自己留着。我没说谢谢，因为那2个字配不上这个动作。方宇，今天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帮我整理材料，谢谢你联系宋慈，谢谢你留下来帮忙。于婉婉，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说。今天下午，陈念念给我发了条私信，她说：“方宇，你毁了我的一辈子，你满意了吗？”方宇，你知道他说的一辈子是什么吗？是一张680分的成绩单，一个寒门逆袭的励志故事，一份经纪公司的签约合同和无数个等着变现的广告位。你说的对。查分那天，别忘了发准考证号。忘不了。婉婉，陈念念的母亲今天早上又发了一条动态，这次不是小作文，是一段视频，你看看吧。大家好，我是陈念念的妈妈。大家好，我是陈念念的妈妈。这几天网上发生了很多事，我想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我没有文化，我一个农村出来的女人，什么都不懂。我就是看我女儿难受，我就发了那条帖子。我不知道会闹成这样，我没有想害任何人，我真的没有。我女儿的高考没了，我女儿的一辈子也没了。她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我怕她出事儿。我知道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但我还是想说，求求你们放过我女儿吧，她还是个孩子，她做错了什么，我来替她承担，求求你们了。前世的陈母走硬控路线，直接指控瑜伽陷害，这一世她走软控路线，不指控任何人，只是哭，只是求，只是卖惨，把自己塑造成没文化的农村女人，把陈念念塑造成被毁掉的孩子。周叔叔，陈母的视频你看了吗？看了，评论区风向在变，很多人开始同情他怎么处理。不处理，让他说，他说的越多，漏洞越多。你不回应？不回应，证据不在嘴上，在文件袋里。前世的教训，不要跟情绪对线，情绪是打不败的，你越回应，它越膨胀。只有证据，沉默的证据，才能让情绪自己消散。宋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掌握着一家娱乐公司最核心的秘密。437页，73封，32分钟，3版。周叔叔，你这是要把星耀的家底都搬空了？这些证据够把星耀彻底翻个底朝天了。公证处，明天上午。周叔叔动作真快。
天蓝的这么假，倒像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你好，于婉婉同学吗？我是民生热线的记者李明泽，方便说话吗？原来是李记者，我现在方便。我这边收到了一份匿名投稿，内容是星耀文化内部的聊天记录和邮件，我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份材料是从您这流出的吗？不是我流出的，但我知道这份材料是真实的。如果您要报道，我可以帮您联系材料的提供方。所以李记者，您在犹豫？李记者，我可以给您提供公证处的证明，材料已经公证了。好，那我明天去公证处核实。李记者，我有一个请求。你说。请把焦点放在星耀文化的操作上，不要过度消费陈念念本人。虽然他做了错事，但把他推到台前的是星耀文化。于同学，你是我见过的最不像18岁的18岁。您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不像18岁，是因为没有人应该在这个年纪城市这些。烟花是庆祝还是埋葬？李明泽，他终于发了，要把水搅浑。婉婉，看什么呢？你这脸色……一篇报道。妈，有些事情原来早就有人看在眼里。3个月前，陈念念被星耀文化签下，这些字像刀子一样。妈，你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是也觉得是我做错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妈没文化，不懂什么公司什么报道，妈就知道一件事儿，我闺女这几天没睡过一个整觉。婉婉，妈心疼你。妈，没事了，真的没事了。别人怎么说不重要，你信我就好。看到了。星耀文化这下彻底完了。不一定，报道不代表定罪，他们还有机会翻盘，比如找个替罪羊，把责任全推给那个人。你觉得他们会找谁？吴总，或者陈念念，或者宋慈，谁最好欺负就找谁。那怎么办？等调查结果，如果他们真的找了替罪羊，我就把手里剩下的证据全部公开。我还没有把所有材料都放出来。你还留了什么？星耀文化给陈念念的人设运营月报，一共12份，每份都有吴总的签字。月报里详细记录了每个月的运营数据、传播投放效果。这些东西能证明星耀文化对陈念念的包装是系统的、长期的、有组织的，不是前员工个人行为，是公司行为。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如果你没有来找我，我手里的那些截图可能永远不会公开。我会带着他们上大学、毕业、工作，然后某一天在清理硬盘的时候删掉。我会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又更新了。前世我也发过誓，但没人信。发誓瑜伽客栈没有问题，发誓检测报告是真的，发誓自己是清白的，依旧没有人相信。陈念念，这一世轮到你了。发誓这种话，得别人愿意信才行。6天前，你还在这张纸上画圈。所有能做的事都做完了。前世的今天没有这个风，那时候风筝断了线，不知道飘到了哪里。忘不了我的事儿，你记得比我清楚。这一世，他的线还握在手里，他决定不放。星耀文化终于亲自下场了，早有预料。之前他们一直躲在陈念念和陈母背后，用前合作方的身份切割。现在他们不藏了，因为这篇文章的风格和传播路径都指向星耀文化自己的渠道。周叔叔，那篇文章诽谤罪的要件应该都齐了吧？捏造事实，公然传播，造成严重后果。那些记录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星耀文化是怎么策划高考营销的，怎么买传播资源带节奏的。我马上去派出所补充材料。好，
星耀文化出的每一招都是在给自己挖坑，等他们把所有的招都出完，我手里的证据就会像一把扫帚，把所有的谎言扫进垃圾桶。你不打算回应？不打算，我已经让周恒去派出所补充材料了，法律的事儿交给法律。婉婉，派出所已经受理了补充材料，孙队长说他们会尽快传唤相关当事人。传唤谁？星耀文化的法定代表人以及那篇文章的直接责任人，大概率是吴总。你不怕公众信了那篇文章？公众不傻，那篇文章写的越煽情，漏洞越多，而且教育局的通报是白纸黑字的，作弊证据是公证过的，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一篇煽情文章就消失。玉婉婉，你真的变了很多。我变强了。孙队长刚给我打了电话，星耀文化的法定代表人和吴总今天上午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宋慈也被通知了，作为证人。我能去吗？你暂时不用去，需要你作证的时候会通知你。坐不住。星耀文化的吴总今天进派出所了。你怎么知道的？周恒告诉我的，宋池也被叫去了。作为同学，我和你一起去了解情况，不算什么。那半小时后，派出所门口见。你看到他刚才的眼神了吗？看到了，他在怕。他知道今天走进这个门，可能就走不出来了。一张给公众看的，一张给真相看的，同一个人的不同面孔。那个画面和前世电视里坐在演播室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笑着说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帮助有梦想的年轻人的女人。宋哥，辛苦你了。不辛苦，该说的我都说了，聊天记录、邮件、录音，每一份材料的来源、生成时间、存储路径，我都跟警察说清楚了。他们问了我2个多小时，我把能说的全说了。宋哥，谢谢你。不用谢我，我欠你的。不，我欠所有被星耀文化伤害过的人的。我在星耀工作了8个月，帮他们写了陈念念的人设方案，参与了传播投放的策划。我是帮凶，于同学，对不起。你是证人，帮凶是明知道是坏事还要继续做的人。你做了，但你后悔了，你站出来了。帮凶不会站出来，证人和帮凶从来不是一回事。谢谢你。等吧，该来的总会来。前世我也想让星耀文化付出代价，但那时候我没有证据，没有律师，没有任何武器，也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这一世，我让星耀文化付出了代价。婉婉，看什么呢？星耀文化被立案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妈就一件事儿，我闺女这几天没睡过一个整觉。12份人设运营月报，每份都有吴总的签字，抬头写着公司名称，抽送栏写着总经理办公室。这些东西能证明这是公司行为，不是吴总个人行为。看到了，那个画面和前世电视里坐在演播室沙发上翘着着说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帮助有梦想的年轻人的女人是同一个人。周叔叔，这些材料能证明星耀文化公司层面的责任吗？那这些材料应该交给谁？前世他没有查过，因为前世他根本没有参加高考。前世这天早上，他躺在医院病床上，听着走廊里的广播播报，今天是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婉婉，今天查分了。婉婉，不管你考多少分，妈都高兴。分数就是个数字，不是命。妈，我知道。于婉婉，你听好了，总分683。那你呢？我671，被你压了12分。谢谢。于婉婉，恭喜你。不用谢，这是你应得的。683，前世我想都不敢想的分数。前世我在医院的时候，最后闪过的念头是如果我能重来一次。现在我重来了，我考了683分，我保住了瑜伽客栈，保住了家人，够了。于婉婉，你真的很不一样，你经历了那么多事，
换了别人可能早就崩溃了，但你还把所有的事情一件一件的解决了。前世我崩溃了，但这一世我没时间崩溃，因为要顾家人，要收集证据，要让真相见光，每一分钟都要用来做事，没有留给崩溃的余地。你妈让你早点睡，别在天台上站太久，风大。婉婉，爸问你一件事儿。你之前忙那些事儿的时候，举报、准备材料、联系律师，你有没有怕过？怕过，怕证据不够，怕没人信，怕最后还是赢不了。那你怎么还做？因为如果我不做，就真的没有人做了。爸，你和妈都是本分人，出了事只会自己扛，但我不一样。我见过，如果没人站出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恭喜于婉婉同学高考总分683，全班第一。谢谢大家。方玉也考了671，全班第2，大家恭喜他。于婉婉请客，不对，你已经请过了，哈哈哈哈。在想拿到分数的时候，电话里很平静，我本来以为你会哭的。我为什么要哭？但不管怎样，你做到了，你也做到了，那我们算扯平了。行，扯平了。这一世，他的人生才刚开始，不是从被迫中断的那个终点，是从683分，从一张志愿表格，从明天还要继续查资料的普通早晨开始的。够了，真的够了。不行了，脑子要炸了。婉婉，你怎么能看这么久的？可能是因为分数够，选择多，反而更纠结。你就是太认真了，要是我考683，我闭着眼睛随便填一个都行。就是因为分数够才不能随便，每一分都是我熬了那么多夜换来的。婉婉，晚上想吃什么？排骨。你爸早上去菜市场买好了。知道，你爸一早就在念叨，说闺女考了683，得炖2根排骨庆祝。你也喝点，就一小杯。他还是个孩子。高考完了，18了，喝一小杯怎么了？婉婉，爸敬你一杯，不为别的，为你做的那些事儿，爸没本事，出了事儿只能干着急，你比爸强。让你别喝非喝，我们全家还坐在一起吃饭。51%控股签了这份合同，瑜伽客栈就不姓于了。20年，品牌剥离，名字还是瑜伽客栈，但跟瑜伽没有任何关系。1元收购，这不是融资，这是抢劫。玉小姐，这份合同您要是不签，瑜伽客栈明年还能不能在网上被杀到，我可不敢保证。受益人那一栏写的是谁？玉小姐，宋总是我们基金的创始合伙人，这不是什么秘密。宋兰，华北大学重点实验室外部理事，青蓝资本合伙人。前世这个名字离我太远，但这一世不同。我写了一套稳驴数据优化算法，让客栈暑期线上转化率翻了3倍。论文还没发表，融资意向书就来了，巧得让人恶心。于小姐，我说句实话，这份融资意向书估值1200万，对一家地级市的连锁客栈来说已经是天价了。我们青蓝资本看重的是瑜伽客栈的品牌潜力和您个人的学术背景，省状元加华北这个组合在文旅赛道上是稀缺资源。赵经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您说。宋兰有个儿子叫宋子恒，今年也考上华北了，对吧？宋兰以融资的名义想拿瑜伽客栈的控股权，真正的目标是那篇算法论文。宋兰，实验室的外部理事，学术潜力考察计划也是他运作的。入学前考察听起来是好事，但他把我的名字放在名单里，就是告诉我他在这里等我。区块链存证做了？做了，正规版权存证平台，时间戳已经生成。那就好。不过宋兰根基深厚，人脉广泛，难保不会在学术层面给你制造阻碍。我知道，所以我不想被动等，我想弄清楚宋兰为什么这么在意这篇算法论文。宋兰想要这篇论文给他儿子宋子恒铺路，融资是假，绑住我才是真的。这不就是明抢吗？考察还没开始，先把知识产权的归属锁定了。你只要参加考察，期间写的任何东西，推导的任何公式都属于他们。补充说明里写了，考察期间产生的全部学术成果，知识产权归实验室所有。不参加考察等于放弃接触实验室资源的机会，参加考察等于把成果拱手送人。你想怎么办？文旅数据优化算法在学术上不算多前沿，但在产业落地层面直接提升平台的流量匹配效率。你是说宋兰要的不是论文本身，而是算法背后的商业价值？他儿子宋子恒也考上了华北，同一届。如果算法变成了宋子恒的成果，宋兰在青蓝集款的投资逻辑里就能多一张学术背生的牌。你想直接进去？不，我现在进去
等于自投罗网。过去3年参加考察的新生名单里都标注了已签署知识产权协议，但没有一个人公开发表过属于个人的学术成果。我的算法论文已经完成了，时间踢在考察之前。宋兰想通过考察计划把我的论文变成考察期间产生的成果，但她忽略了一件事：存证时间、格式条款、部办规定，3个论点足够。婉婉，酒店的预订电话从早上到现在一个都没响过，我上网查了一下，咱家在邮路上搜不到了。方宇，帮我查一件事儿：青蓝资本跟邮路、聚会、飞图这几家平台的地方代理之间有没有股权穿透关系？宋兰想用1200万吞掉瑜伽客栈的品牌，顺便把我的算法论文拿给他儿子用。查到了，青蓝资本分别持有邮路江南区域代理商35%的股份，聚会本地生活华东区渠道商28%的股份，飞图文旅板块某2级承包41%的股份。这不是商业竞争，穿透到最后，这是垄断绞杀。瑜伽客栈是第7个目标。我联系一下。瑜伽客栈今天在3个平台同时被下架，3家平台的区域代理商、实控人都是您，这是巧合还是您安排的？我手上有3家平台的投诉时间截图，您通过公司持股的工商穿透记录，以及过去半年6家同城客栈被同类封杀后遭低价收购的完整案例。反垄断法第22条明确禁止有市场主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搞独家、搞排斥。我会把今天的通话录音一并整理进举报材料里。入学前学术考察，新生论文提交，实验室考察新生，报到流程、宿舍分配、选课指南，没有任何一条涉及入学前提交学术论文。宋兰是实验室外部理事，宋子恒是他儿子，父亲用资本掐断客栈命脉，儿子用实验室的名头来要论文，2条线同时收网，要么签收购协议交出客栈，要么交出论文换一个安稳的入学资格。宋子恒，等一下，论文质量怎么样？怎么说呢？文献总硕部分大段引用了3篇硕士论文的原文，连措辞都没改。核心模型部分倒是有点东西，但用的方法论跟他导师2年前发的一篇顶刊几乎一模一样。说白了，换了个数据集重新跑了遍。宋子恒，宋同学你好，附件为论文全文，请查收。宋兰给实验室砸钱，赵国庆替宋子恒开绿灯，父亲出资本，儿子摘果子，一条完整的历练。婉婉，我又查了一下，宋子恒的奖学金申报书里写的研究方向，跟你论文的题目就差了几个字。他连题目都想好了，就等你的论文填进去。关于入学前学术考察，目前实验室只剩2个新生名额，他到现在都没说过合作，署名共享。他要的不是合作，是整篇吞掉。够了。我的论文是基于多维时态数据的文旅消费场景智能优化算法设计与实现，它连设计与实现都懒得保留。还没入学就敢说独立主持，论文是偷来的，立项是走后门批的，连拍照的角度都是精心挑过的。通讯作者赵国庆，第一作者宋子恒。答谢部分感谢青蓝基金、产学研基金对本研究的资助。婉婉，今天又有2个订单被退了，平台那边说是系统调整，让我们等通知。你爸气的中午饭都没吃。周律师，之前跟您提过的那份合作框架协议，我想跟您再确认一下措辞。你是说那个无限连带清算责任条款？对，我需要它在法律上完全站得住脚，同时在阅读体验上不那么显眼。我做了12年上市诉讼，这种条款我见过不少，但你要资方签下一份对自己不利的无限制约责任，前提是他根本没仔细看。他不会仔细看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会被他牵着鼻子走。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大概觉得自己已经赢了。帮我盯着宋子恒的朋友圈，他发什么你就存什么。
经有权机关认定后，乙方及其实际控制人需承担无限连带清算责任。正常人读到这里，注意力早就被前面的违约真公式分散了。米小姐您好，我是青蓝资本的行政秘书。来了，学术线立项成功才3天，他就坐不住了。这个时间点主动约见面，说明他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你看方便吗？方便。明天下午3点，清源茶楼。坐。小雨，你爸妈还好吧？听说客栈最近生意不太行。还行，撑得住。撑得住。上个月我让人查了一下，你们客栈现在月均流水不到8万，4个月跌了75%，你管这叫撑得住？月流水8万，净利润为负，加上那栋老楼撑死了300万，我出480万拿51个点，已经是溢价60%了。今年的流水下降不是经营问题，是平台限流导致的。你别什么都往阴谋论上扯。宋总，既然要合作，我这边也准备了一份框架协议，您看看条款。这丫头还自己准备合同了，有意思。18岁高中毕业生能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35%，你给我35个点。您刚才说的溢价60%，对应的就是35个点。小雨，你搞清楚现在谁求谁。51是控股价，对应的估值应该更低才对。600万，去年你们才380万，拿什么完成600万？如果平台流量恢复正常，加上宋总这边的资源导入，600万不难。股权我要45个点，这是底线。45个点可以谈，但对赌失败的回购价格要按共资产的1.2倍。1倍。1.1倍。宋总，什么？这个7条款写的是这个无限正当金。小鱼，45个点，对基准线480万，其他条款按你这份来，签不签？签。合作愉快，回去跟你爸妈说一声，下周平台的事儿我来安排。好，谢谢宋总。学术线论文已提交，资本线合同已签署。本年度唯一入选新生学术奖学金的候选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宋子恒同学。请问宋子恒同学，你论文第4章第3节的收领函数初始学习率是多少？这位同学，答辩环节还没到提问时间。0.1还是0.001？你自己写的论文，这个数字你应该脱口而出。0.1，初始学习率是0.1。好，那我再问你，你用0.1这个参数跑过10万条数据以上的全量测试吗？跑到第几轮迭代？你连验证都没做就直接提交，因为你根本看不懂。你爸是实验室的外部理事，所以你就能这么肆无忌惮的抢？这篇论文是我在暑期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从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全部由我一人完成。肃静，学术惩戒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紧急调查。宋子恒同学，请你现在跟工作人员离开会场。今天上午9点半，监管局正式下发立案调查通知书，财产保全申请书也已递交法院，申请冻结1亿2千万。宋总，公司4个对公账户加上您个人名下房产和证券账户全部被冻结，一共1亿2千万。根据相关法规，现对佑享旅行平台及关联方青蓝资本进行立案调查。领导，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宋总不在，我们现在需要进入机房提取平台后台运营数据及服务器日记，请配合。老陈，那份合同第7条第3款你再给我念一遍。若甲方存在利用关联平台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及其实际控制人承担无限连带清算责任。无限连带，我当时没听你的。宋总，您当初签那份合同的时候，真的应该多听老陈一句。宋兰已被逮捕，青蓝资本进入清盘程序。根据合同无限结人责任的条款，瑜伽客栈初步核算获赔2047万。下面有请本年度优秀新生代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于婉婉同学上台发言。3个月前，我家客栈账上只剩11万块钱，平台把我们的搜索排名从第3页打到了第97页。同一时间，有人用一条短信告诉我，把我写了2年的论文交出去，署他的名字。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要讲怎么赢的。当有人用权力和资本告诉你，规则是他们定的，你不配拥有自己的东西时，别信。法律是规则，技术是规则，时间差不会撒谎，区块链不会看人下菜，他们不认识谁爸是谁，不在乎谁的公司值多少钱。瘦了，食堂伙食不好？挺好的，番茄鸡蛋面1碗才8块。叔叔阿姨合个影，1、2。方毅你也过来，你拍了一个暑假的证据截图，不配合影。学姐，看镜头。